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帅啊，酷盖85，代言人一个背影就超级帅，你就直接说吧。左边这个黑色衣服的玩偶哪里可以买到？好想变身绿色小敖站在酷酷的代言人旁边。4月中旬，一个名为小敖 AOO 的新潮玩 IP 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神秘预告。海报上只有一个背影，以及一个同样只露出背影的绿色玩偶。评论区瞬间被点燃，粉丝们迅速锁定了主角王一博。紧接着，另一组图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王一博本人背着一博同款小敖玩偶现身。粉丝们在种草了的评论中，不乏想魂穿那只小敖的感叹。今日，猜测最终落地，王一博正式官宣成为小敖全球代言人，相关微博获得了数十万转发与点赞，将事件推向高点。随后，小敖规则例外系列毛绒手办在电商渠道上线，发售后迅速显示售罄，市场热度可见一斑。如果故事知到这里，那似乎是粉丝经济在潮玩领域的又一次胜利。但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沸腾的粉圈移开，放到行业背景下观察，会发现王一博与小敖合作的底层逻辑似乎与过去截然不同。翻看过去的案例，无论是周杰伦的周同学、汪苏泷的苏泷，还是周深的周可可等等 IP， 其本质是基于明星演唱会、音乐等个人演艺事业所衍生的形象 IP。他们是明星主业的周边延伸，核心是明星本人。而通过跟踪观察，雷暴发现，小敖从诞生之初，定义就是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潮玩 IP。同时，根据官方介绍，该 IP 是基于对王一博个人特质的深度洞察，从零开始进行原创设计的。它意味着小敖的商业路径与价值核心，首先必须立足于潮玩市场本身，接受潮玩爱好者的检验。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次传统的代言，不如说它是一场以专业 IP 设计能力为起点的共创。在潮玩领域，一个纯粹以潮玩 IP 为原点诞生，并与顶流艺人进行如此深度的精神绑定的 IP 项目，在业内算得上是首次。行业的目光也因此从明星身上更多地移向了这次合作的主导者黑尔奇梦岛。我们好奇的是，这家公司究竟凭什么能拿下这个首次？而这次合作又将如何改变外界对他的认知？表面上看，王一博庞大的粉丝基础无疑为这个名为小敖的潮玩新面孔在瞬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然而，如果仅仅将小敖理解为王一博庞大商业版图中一个普通的代言产品，那或许会错过这次合作的真正价值。小敖 IP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完全为王一博原创的潮玩 IP。前文提到，过去的明星 IP 潮玩逻辑通常是先有明星，后有周边 IP 的独立叙事空间相对有限。而小敖的逻辑则是以潮玩 IP 为本位，注入明星的精神内核。用更直白的话说，黑尔奇梦岛没有局限于为明星 IP 打造衍生品，而是为明星原创一个潮玩 IP。顺序的调换是这次合作模式区别于以往的质的不同。具体来看，小敖被设定为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小狼孩，也是新晋的地球观察员。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拒绝墨守成规，用行动冲破局限。这几乎是对王一博酷带不设限85号赛车手内啡肽男孩等标签的精准提炼，以及 IP 化的转译。而王一博本人背着绿色小敖玩偶出现在饭拍中，就是人设与物设合一，整个 IP 故事的说服力也更完整了。因此，
抛开商业代言的性质，这其实是一次潮玩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王一博及其团队选择了一个与其精神世界高度契合的原创 IP 进行深度绑定，而黑尔奇梦岛则依托其专业的原创能力，成功打造了一个具备商业价值与情感厚度的潮玩 IP。首次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标志着明星加潮玩 IP 的合作从过去相对前层的形象授权或主题衍生，开始向更深入、更具原创性的精神内核 IP 化的阶段迈进。合作的热度最终沉淀的也不仅仅是王一博的又一份代言成绩单，更是市场对一个具备原创能力与 IP 运营实力的潮玩公司黑尔奇梦岛的重新审视。那么问题又来了，与顶流艺人的合作只是结果，但不是原因。它更像是对一家公司过往积累与系统能力的一次集中验收。在潮玩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赛道里，黑尔奇梦岛凭什么能拿到这张高规格合作的入场券？我们能从黑尔奇梦岛最新的业绩数据中看出端倪。在小敖之前，黑尔奇梦岛已经成功推出了 WAKUKU、ZIYULI 等一批在市场上有姓名、更有真实销量的 IP。以 WAKUKU 为例，这个野小孩目前已经创下单季度收入过亿的业绩，热门社交平台上相关笔记超过100万篇，抖音话题量热度突破10亿。真实的成绩单构成了黑尔奇梦岛递给合作方最直观也最硬核的简历。它传递出的信息是，我们不仅会做设计，更懂得如何让一个 IP 从概念走向市场，并真正获得一群人的喜爱。外界常常将潮玩 IP 的成功归因于灵光一现的设计，或者是天时地利的运气。但实际上，可持续的 IP 孵化更需要一条精密运转的生态系统。黑尔奇梦岛的原创力，其内核就是一套从情感捕捉到产品落地的方法论。黑尔奇梦岛似乎很擅长为当代年轻人那些模糊的情感需求找到清晰的视觉化出口。无论是 Z 世代对不被规训、敢撒野的向往 WAKUKU， 还是对个性与真实的精神渴求 SIINONO， 都能被提炼成独特的产品语言。这种原创能力确保了 IP 自诞生起就拥有扎实的情感根基、传播潜力。对寻求深度合作的艺人团队而言，与这样一个拥有成功方法论的公司携手，意味着更高的确定性。合作不仅限于品牌方单方面借用流量，艺人也能从中获得更具艺术感、品牌感的美学表达，深度融入一个活跃的潮玩生态，持续制造双向的曝光与话题度。近期就有一个可供观察的例子，艺人虞书欣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黑尔奇梦岛 WAKUKU 手工世界系列产品，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这背后，除了艺人对产品的个人喜爱，也能看出优质潮玩 IP 本身所具有的社交属性和审美引力。因此，当我们回过头看王一博与小敖的合作，其基础可能早在 WAKUKU 等 IP 被市场验证时就已经奠定。它是一次基于成熟体系、专业信任与共同预期的水到渠成。来自圈层的自发认可，或许比任何商业广告都更能说明一个品牌在原创力上建立的信用。至此，一个逻辑链条已经比较清晰了。深厚的原创力及已验证的 IP 孵化体系，构成了黑尔奇梦岛吸引顶级合作的基础。这解释了小敖为何能诞生。但一个随之而来的更现实的挑战是，当顶流艺人真的带来了泼天的富贵，品牌接得住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巨大的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销量的保证，
也是对一家公司从供应链到用户运营能力的压力测试。声量转瞬即逝，而将声量沉淀为品牌资产，需要的是一套更综合也更枯燥的内功。首要的硬功夫是供应链的快速响应。潮玩生意，尤其是与顶流合作的爆款项目，是一场与热度赛跑的游戏。粉丝热情涌入，如果产能无法及时跟上，市场情绪就会迅速冷却。Here 其梦岛在这方面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早期，其爆款 IP 也曾面临产能爬坡的烦恼，但根据其财报披露，公司的应对速度堪称迅猛。2025年8月，其毛绒盲盒单月产量就突破了100万件，较年初增长超过20倍。而到了2026年初，Here 其梦岛的毛绒月产能已经较2025年初增长了50倍。这组数据的飞跃，意味着 Here 其梦岛已经建立起一套能够快速响应爆款需求的生产体系。这是流量转化得以实现的物理基础，关乎着最基本的品牌信誉。供应链解决了货的问题，全渠道的立体运营则解决了场与人的命题。顶流带来的流量通常是线上化的、爆发性的。Here 其梦岛则试图通过线下与线上结合的组合拳，将这些流量疏导、沉淀下来。具体来看，线上其布局覆盖了内容种草小红书、兴趣电商抖音、传统货架天猫及私域微信等多个阵地，各有侧重。线下则同步推进着品牌直营店与广泛的 KA 渠道网络。直营店承载品牌体验与深度用户互动，而与超万家零售终端如名创优品、Top Toy 等的合作，则让产品能迅速触达更广泛的大众消费场景。跨界联名等营销动作也在持续为品牌注入新的内容。雷暴还注意到，上述运营扩张的背后， IP 矩阵也在持续扩张。小敖获得顶级资源助推的同时， Here 其梦岛旗下的挖酷酷 WAKUKU、 佑里 ZIYULI、 福利里 FUNII、 赛诺 SIINONO 等其他 IP 系列依然在按自己的节奏推新、运营和拓展粉丝。这显示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战略考量，不将公司的未来过度押注于某一个爆款上，哪怕是有顶流加持的旗舰 IP。 健康多元的 IP 生态才是潮玩品牌们能够穿越周期、稳定生长的关键。结语：回过头看， Here 其梦岛通过小敖 IP 的案例，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一家志在长远的潮玩品牌所应具备的能力模型。其一是具备以专业原创力为核心，与顶级资源进行深度绑定、共创的能力；其二是拥有将顶级资源转化为自身品牌长期资产的系统能力。这或许也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潮玩市场的竞争已经从早期依赖设计师个人灵感、追逐爆款的机会赛，逐渐进入比拼系统性的 IP 原创能力、品牌运营能力的耐力赛。在这个阶段，能够与顶流共创，已经是一种能力的证明，而能否借此契机将流量转化为品牌本身的壁垒，会是下一个更关键的考题。